中国大飞机 C919成了笑柄。在一片高喊国产崛起的口号中，冷冰冰的事实却像一记耳光，中国的航空梦还是被波音和空客牢牢摁在地上摩擦。就在前不久，彭博社爆料，中国航空公司计划向波音和空客订购近1000架飞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20年的新增飞机里几乎全是外国货。数据显示，波音预测到2043年，中国商用飞机需求量将达到9755架，比现在翻1倍以上。可中国商飞 COMAC 的产能呢？今年计划交付75架，但截至8月中旬，只交付了5架 C919。三大航空公司国航、南航、东航原本盼着今年能交付32架 C919， 结果呢？一纸空谈。过去18个月，三大航高调订购了300架 C919， 但换来的却是产能荒、交付荒、零部件荒。这就像你花光积蓄买了一辆车，结果厂家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只有方向盘能交付，车轮和发动机还在路上。更扎心的是，自2008年成立以来，中国商飞17年交付量不到200架。这和波音、空客的节奏相比，简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和 NBA 职业队打比赛。要知道，空客 A320neo 单一机型的年交付量就超过500架，而商飞的交付曲线却是一条几乎贴地的慢速线。钱花了吗？当然花了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政府给 C919 项目砸下了数十亿美元。可是钱都去哪了？是砸在发动机技术上了吗？没有。是砸在材料研发上了吗？没有。最后发现，国产大飞机还是靠外国的心脏维持呼吸。有人说 C919 是国产飞机，可真相是这架所谓的国产机有80%零部件来自欧美。发动机，美国通用电气加法国赛丰的合资公司提供；驾驶舱系统、机轮、刹车，美国霍尼韦尔供应；电控系统，美国柯林斯宇航。换句话说， C919 不过是个拼装货，外壳是国产的，心脏是进口的，连刹车都要靠美国人。一旦美国卡住零部件供应链， C919 就会立刻停产停飞。美国银行分析师罗纳德·艾波斯坦直白地说，如果美国断供零部件， C919 要么停滞，要么死亡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2022年，美国法院就判了中国情报官员许彦军20年监禁，罪名是试图窃取 GE 和赛丰的发动机机密。中国不是研发，而是偷。可惜偷不来发动机的心脏。正如网友说的，国产大飞机其实得了心脏病。如果说依赖进口是无奈，那抄袭则是耻辱。法国媒体资本爆料，2000年代初，中国买了2架 A320， 其中1架离奇失踪，没有注册，没有飞行，没有维修记录，仿佛蒸发了一样。业内人士普遍认定，这架 A320 被拆解进行逆向工程，成为 C919 的母本。空客前高管德沃甚至直言，中国正在拆解 A320， 复制它的每一个部件。对比数据更让人心惊。C919 长度 38.9 米， A320 长度 37.57 米，几乎一致。C919 高度 11.95 米， A320 高度 11.76 米，差距不到20厘米。最大起飞重量 C919 是 75.1 吨， A320 是 72.5 吨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载客量 C919 是158至190人， A320 是158至192人，连座椅数量都神同步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复印。国产大飞机想进入国际市场，必须通过美国 FAA 和欧洲 EASA 的认证。
但欧洲航空安全局局长弗洛里安·吉列梅特直言 ，C919 至少还要等3至6年才能获得认证。换句话说，在未来几年 ，C919 都只能在中国的笼子里飞。而且，即便拿到认证，国外航空公司敢买吗？敢用一架8成零部件依赖美国的飞机吗？敢让乘客坐上复印机飞行吗？在国际航展上 ，C919 曾经试图吸引外国买家，结果呢？零国际订单。就像一个穷小子穿着仿冒名牌，硬要去上流社会聚会，最后换来的只有冷眼和嘲笑。为什么中国要造大飞机？理由很简单，北京方面需要面子。在航天有火箭，在军工有航母后，中国迫切需要在民用航空领域也摆出一副我们行了的姿态。于是，2007年立项，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，2017年 C919 首飞，一切都写满了政治色彩。可问题是，造飞机不是喊口号，它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、产业链磨合和全球信任。而 C919 的模式是烧钱加抄袭加进口拼装。根据中国商飞财报，过去10年累计投入超过500亿美元。然而产出呢？不到200架飞机交付，零国际订单。这就是赤裸裸的面子工程。中国为什么要向波音和空客下1000架订单？原因只有一个，没得选。航空咨询公司 Cirium 指出，中国未来每年新增的民航客运需求超过5亿人次。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必须源源不断引进新飞机，否则航线根本撑不住。可 C919 交付速度像蜗牛，一年交付几架，怎么满足需求？所以，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向波音和空客低头。这其实是一种产业循环悲剧。中国砸钱造飞机，无法满足市场，航空公司只能买外国货，外国飞机继续占领市场，国产飞机失去成长空间。最终，中国花的钱成了帮别人赚钱。就算 C919 真的交付量增加，它能进入国际市场吗？答案依旧残酷，不能。原因有3：一、适航认证难题 ，FAA 和 EASA 的门槛极高，涉及数千项测试 ，C919 至今还没通过。2、零部件依赖美国，美国可以随时掐脖子。3、品牌信任危机，在航空领域，安全就是生命，没有任何国际航空公司敢拿乘客的命去替中国试错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的预测，到2035年，全球飞机市场将新增 4.4 万架飞机，价值超过 6.8 万亿美元。波音和空客会继续瓜分市场，而 C919 根本连边都摸不到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冷酷的事实。北京方面最擅长什么？臭。从高铁到电动车，从芯片到军机，中国几乎靠市场换技术与逆向工程起家。可大飞机不同，它是所有工业体系的顶端，技术之复杂远超普通机械。以发动机为例，通用电气的 LEAP 发动机研发周期长达20年，涉及数万个零部件。哪怕偷到设计图，能不能造出来是另一回事，能不能飞安全更是另一回事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就曾说过，中国的飞机都有心脏病。这句话戳中了痛处。国产发动机长江 1000A 至今未能商用， C919 只能依赖进口发动机。这意味着只要美国一句话，发动机不出口， C919 立刻趴窝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不仅仅是工业困境，而是政治幻觉。中国宣传 C919 时，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，打破西方垄断，民族航空崛起，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。可数据却啪啪打脸，17年交付量不到200架，80%零部件依赖进口，零国际订单。
三大行等国企客户被迫内部消化。这不是翱翔蓝天，这是困在笼子里自嗨。中国乘客坐上 C919，其实还是在做进口拼装机，唯一的区别是外壳刷着国产涂装。波音和空客在中国大肆接单，而 C919连量产都做不到，这背后是一场更大的危机。一、财政负担，商飞烧钱无底洞，政府继续输血；二、信任缺失，国际市场排斥，国内市场被迫消化；三、技术停滞，核心发动机和材料无法突破，永远依赖进口。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商飞成为第二个烂尾项目，就像芯片大基金一样，烧了几千亿，换来的却是一堆贪腐丑闻和失败案例。C919本应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次伟大飞跃，但现实告诉我们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中国制造业的虚弱，照出了体制的浮夸，照出了政治豪赌的荒唐。国产大飞机不是飞上了蓝天，而是困在了幻觉里。当中国高喊我们有大飞机了的时候，外国人心里都在冷笑，你们的飞机连刹车都要靠我们。